我妈死了，是你害死她的。你妈死了？她怎么死的？怎么死了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是你害她的。不是，圆圆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妈妈呢？我不可能害她的。你妈妈的病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11年前要不是我救她，给她做了一场手术，她早就没了。对，当年是你救了她一命，但也都是因为你。现在我妈死了，我的人生也毁了，都是你们害，都是你们害的！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不害你妈妈。圆圆，你冷静，圆圆，这个不是我家的，你冷静，圆圆，说圆圆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我就赶紧跑了过去。开门后就发现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圆圆，都是圆圆的。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圆圆，刘媛媛，你在干嘛？后来我也摔倒了，这个淤青就是当时摔下的。然后呢？圆圆的母亲过世了，她很伤心，我能理解。这些年，她被她母亲的病拖得也很痛苦，我也能理解。我理解圆圆做的一切。圆圆，圆圆别怕啊，没事的。虽然你妈妈没了，但是你还有我，我会帮你的，你的人生也会重新开始，啊！没有人可以帮我。谁都帮不了，没有人可以帮，没有人可以帮。没事啊，不怕啊，我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的。后来他哭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那我们上次去找你，为什么没说？你们上次问我有没有去过标本室，我并不知道圆圆的事情跟标本室有关系啊。我知道的已经都说了，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媛媛了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调一下监控，看看刘媛媛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你对监控的运行还挺了解嘛？警官，我不知道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照片上这个人是你吗？这不是我，这是刘媛媛。我知道小时候我们长得挺像的，但长大之后我做了整容，也就不像了呀。这么确定她就是刘媛媛？这衣服和包包
跟那天他在实验室时一模一样，这真的是刘媛媛。你是不是让丁有梅假扮刘媛媛离开了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是，当年我让媛媛替优美考试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后悔，是我做错了。但是那天媛媛离开以后，我和优美一直待在实验楼，第二天中午才离开的。高慧兰当天借出的具体是哪一具大体？登记表上显示的是4号。我看看他当天的解剖记录。好。疑似解剖记录：腹腔解剖常规程序，断裂掩饰，肺叶壁面区域切除掩饰，心脏瓣膜2间半脱垂症状观察。你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把它翻过来。结合学校其他监控视频，确认高慧兰说的没有错，他们确实是第2天才从实验楼离开，中间只有高慧兰和吴冕出入运送大体的画面。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丁有美两母女跟刘媛媛的死有关。学校的监控我们都查过了，刘媛媛确实从实验室出来之后离开了学校大门。离开后就消失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查到她最后的行踪。那一带的监控都是很多年前的老设备了，拍出来的人都很模糊，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刘媛媛还是丁有美。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证据。刘媛媛在家附近超市买了漂白水、手套、黑色塑料袋，还有一把刀。当年我免费为媛媛的母亲做了一场手术，就是为了让她替优美考试。我是救了媛媛母亲一命，但是这11年来，她一直用这个秘密威胁恐吓我们，是她一直在伤害我们。那天我在实验室旁边，听到我妈和刘媛媛的争吵声，刘媛媛像疯了一样拿着刀冲向我的妈妈，然后我就赶紧冲了过去。有没有可能是刘媛媛想杀人，最后反被杀了？致命伤是被人用接触面大约8公分的锤子，从死者的右侧颅顶敲击致死。我们现在初步判断，凶器就是这样型号的医用锤。你跟老万之前在实验室后山发现的那个铁网口子，如果不是凶手逃离的路线，而是回来的路，假设是由丁优美假扮刘媛媛要离开实验室，而她特意路过有监控的实验楼门口和校门口，制造了刘媛媛离开合成医科大学的假象。等丢弃完头颅，再从铁网回到实验楼，就可以避开校门口的监控，重新进入学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被监控拍到回来的画面。可是他是怎么避开实验室入口的监控，再回到实验室，并且第2天还能从里面走出来？继续查，看有什么可以佐证我们推论的证据。
高原，哎，镊子和证物袋。哦，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这儿。这好像是什么东西的纤维。这还有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人体组织。可是刚才检查大体身体的时候，身上并没有擦伤的痕迹。因为这不是大体组织。这柜子里除了大体，还能有什么东西？你解释解释，李姐，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，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，现在还没给答复。谢主任，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，怎么指导小组一来，处处都有毛病？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？李姐，您先别生气。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，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！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？哎，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签个字看一遍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，谢主任。李姐，您也说的对。其实呢，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，它证明不了什么。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，不是伪造，是真的。还有口供可以证明，他教唆证人做伪证，替万海开脱罪行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，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。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，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。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？那这样吧，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出来，单独审查。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，没有问题，依然可以起诉。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？怎么向上级交代？怎么向社会交代？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，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。张文京态度反复，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。老谢，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2个字儿。李姐，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，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。您放心。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，没事啊，稳定点啊，没事没事。别把事情搞大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解释行吗？你想干啥？首先第一点啊，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。第二点，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，还威胁人家，你跑到这儿就跟我说这个呀？你赶紧去救他！你弟弟万红也来找过我，让我去给王玉说说好话。你说我该不该去啊？赶紧去。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，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。
你应该了解我吧？我明白了，我是黑社会，永远是。我现在就去。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，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。哎。哎呀，说子健，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？怎么当成保姆了呢？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！啊！王总，出气，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，别惹事儿。你说他就一个孩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哎，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，这样的万家人呢，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，不是吗？我明白，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这事儿吧，做的有点过了。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。哎，王总，你看吧，哎，你这不也写了吗？合作共赢，咱得合作呀，对吧？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，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有任何事儿呢，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，啊！我就觉着呢，你们对这万家人啊，太客气了，还给他搞什么减刑？这要搁着我，哎，我要弄，就弄彻底。但是王总，我得提醒你，到目前为止，就这个集散中心，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，所以啊。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，他是抢啊！这地方是我的，他敢抢吗？他那天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？如果我把他放了，他再过来闹事儿，你管呀？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，万海他判不了，他根本过不了户，他现在归你了，所有的收益都是你。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？都已经花力气，还在乎我这点吗？我等多久了？3年了，让我办的事儿，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？陈总一手遮天呀，啊，上通天，下通地，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，完了吗？是。哎呀，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。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看看外头，啊，我外面有8条铁轨，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们多大产业，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，王月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想让我放人是吧？行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，把砸我东西都给我赔了，也没多少钱，也就100万。100万？你疯了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？你把脑子垫坏了呀？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？别说100万了，连1万都拿不出来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要么这样，你让陈总想想办法，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，我就放人。把我信。各位领导，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到各位。最近见过万海吗？
原来打算是要见的，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呀，真的太多了，就一直没去成。有个问题，我上次就想问，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？其实，是他找的我。不过你也知道啊，东平吧，也就这么点大，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。程律师，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，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做律师？哎呦，其实，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，每次开庭啊，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，我想知道，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，我们的难点在哪儿吗？他会怎么跟我辩？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？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，就收不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想借这个想法，走出这个体制，推自己一把，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。当然了，也许在你们看来，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，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，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。只要我的热爱没变，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。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？万海案之前认识吗？谢鸿飞主任认识，但真的不熟。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，大家也都知道他。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。哟，哎，洪亮，老张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好啊，早就该回来。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？哦，对了，郑主任怎么没来啊？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？哎呦，你们可是真辛苦啊！本来呢，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。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，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，没看出来。当时啊，鉴定量大，又没有仔细做，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，要求他们纠正整改。啊，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，因为一个能力不足，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，你这坑人的嘛。是啊，其实啊，这件事儿呢，我也有责任。李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，换一下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实事求是嘛。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。学学老同志，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。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，哎，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。哎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，谁伪造的？伪造干嘛？就这个事儿，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？是要查，必须要查。我们办案组啊，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，啊。这是会议纪要。哦，哎，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，应该的嘛。我们觉得呀，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。他呢，就是想靠这招啊，减轻对他的量刑。哎，啊，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，进一步的侦查，一旦有结果，马上会通知你们。辛苦老谢。不辛苦，应该的嘛。那我没别的事儿，那还有个会。小张。
行，你忙啊。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？哪天早上？乔振兴告别会，您几点到的呀？我大概比你早到7、8分钟吧。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？我们俩前后脚到。您当时走的是哪条？没完了是吧？为了那通电话，过不去了是吧？这个月的12号，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。你们聊了些什么？打了电话呀？有吗？有。12号早上。喂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尸检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，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通话时长56秒。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。你再仔细想想。12号。孟良，咱们俩认识60多年了吧？啊，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，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哎，好。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，并且对我都那样了，我觉得有点过。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。不是，我关起门来，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。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，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，单独。我跟您道歉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听我说我们仨，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市院的那天开始，前面是您带的，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。哎，不，长大谈不上，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。所以，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，我的好哥们儿、好战友、好兄弟。走了，要送一程，最后一面还没见着，人就给烧了，还是被错烧，所以我当时崩溃了，我逮谁就冲谁来了，我要找一个发泄口，我要宣泄出来，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。不说了，洪亮，有你这番话，咱俩就算翻篇了。我还一句废话啊，你说。我真不是不尊重你，我更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。12号，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？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，而且我也是知道的。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，这个规矩我懂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当时谢主任还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，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。就这些。那几天啊，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些了。毕竟就59秒。56秒。对。我给任俊打个电话，完李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，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，然后就出这事儿了。
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尸检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处理好。我不得不想，我这肯定纳闷啊。您那时候说，刚才说比我早7、8分钟到的，那7、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。完了，你又骑电动车，还得打电话，你这电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呀，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，嘿，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，我买了碗豆腐脑，买了2个水煎包，我吃的舒舒服服的，踏踏实实的，打了那个电话。怎么样？你说行吗？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呢？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的事儿，我是跟程子健说，让他做万海的工作，配合你们指导组啊。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次尸检，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。万海在里边关着呢，万海以前能主刀啊？嗨，老乔做2次尸检跟我没关系，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。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，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。这不是前不久吗？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？万海态度那个差呀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，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，配合你们指导组啊。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，洪亮，你看行不行啊？你说行就行。哎呀，我呢，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。但是，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，纪律我懂，底线我还能守得住。跑风漏气儿的事儿，我不会做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那行。有事儿随时找我。谢主任。哎。那今天先到这儿。那我送送各位领导啊。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你。当然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留步吧。那行，那我就不送了，慢走。谢主任。哎，小周，把这个卷宗去存档。好的。把门关上啊。好。喂，怎么不接电话呢？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方便。指导组找我谈话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乔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，刚才问我给你电话里都说什么了。郑亚萍他们也刚走，问的也是这事儿。你怎么说的？谢主任，你是怎么说的呀？我说的是让你做万海的工作，好好配合指导组。完了。你怎么说的？
开始说的是你祝贺我订婚。啊？这怎么能对上了？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？你别着急，后来我给圆上了。我说，你让我别离开东平，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，这不就对上了？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，我确实没想到。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动画时长56秒告诉我，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。这事儿现在关系大吗？这样，指导组要是再问你，就说你记错了。我跟你聊订婚的事儿，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。谢主任，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，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，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，这样比较自然吧？不行，这趟是指导组混不过去的，你给我记住。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，那就算了；要是再问你，你就说你记错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：做万海的工作，好好配合指导组，明白了吗？行吧。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送检的5份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：检材3至检材5，运笔不流畅，笔画呆板，书写不流畅，有弯曲抖动现象。综上所述，得出鉴定意见。检材3、检材4、检材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。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已经认罪了。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？你很清楚。证据有问题，你的案子没有结束。郑主任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，认罪认罚，请求宽大处理。张文京，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。第一次，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，可第2次，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。能告诉我们原因吗？张文清，如果你在看守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，请告诉我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。我以为我可以坚守是非黑白，恪守法律理想。经过这几个月，我确实是做错了，我确实做错了很多。我给万海出谋划策，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，逃避法律责任。我有罪，赦我不赦。我就是黑社会，我就是黑社会。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，每一个合同，每一个字，都是我张文清签的。张文清，请你珍惜机会。乔振兴都死了，我只想活着。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？张主任，东平没有秘密，我认罪了。我已经认罪了，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。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，离开东平，滚出东平。我就是黑社会。
以后别来了。自从我和你分别后，我就走进监狱里头。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。子言，问问世院邵小燕家的地址，我们得找到她。如果她也受到威胁，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。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。好的，主任。你们认不出来了。嗯，我姓洪，洪亮。嫂子好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我同事小张。哎，你好。那个找老谢是吧？他在单位呢，没在家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，也刚跟他谈完话，现在要跟您聊聊天。啊，找我呀？嗯，方便吗？方便。哎，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不用换鞋哈。啊，不用。好，来吧。嗯。坐，别客气啊。坐。洪亮，一晃咱们也得有10几年没见了，是吧？对。嫂子，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？以前住那老城嘛。老谢跟我说了，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，到东平来，我还跟他说呢。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，可他说了，你们太忙了。来，小伙子坐，喝水。谢谢。小伙子来坐，坐。你也坐。啊。喝水。录个音，可以吧？录吧。洪亮，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闲聊吗？啊，聊。嫂子现在还上班吗？我呀，2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。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就那样吧，反正就在家歇着了。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工资。那个还有我的退休金。也不多吧？还行。我记得好像。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雨。哎呦，我那小姑子啊，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，我们家那钱呢，全都用在她身上了，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，一发工资，老谢那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。现在人怎么样？人走了。多长时间？有8、9年了吧。哎，但是嫂子，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个我有个哥。哦，哥。他们家怎么样？还行，退休了。我那个侄子啊，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，那个就在家啃老呢。都这样。那需要你们2口子帮忙？啊，那不用我们。行了，挺好。不是，你看你们家这房子，这不也不错吗？是吧？这2年刚买的。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？对。就你去过那个？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，又凑的钱买了这个。这个面积也不大，80、90平。够住。
对对对。全额还是贷款？哎，洪亮，你问的这些，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？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。正常流程。正常流程是吧？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？哦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嫂子，电话可以打，他就未必接。我们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们是要查他是吗？是不是？凭什么呀？啊？老谢怎么了？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，每天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的。这些奖杯啊，10年前你见过，那是多少？现在有多少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，同志对他的肯定。老谢，你不了解吗？啊？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啊，大过年的，老谢把你们3个人请到家里来啊，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，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缸、包着饺子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他怕你们想家，这些你都忘了？哦，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，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没钱。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，这2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。老妈生病了，在乡下没钱请保姆，我们请不起，我们没钱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是那个贪官，不是乔振兴，我们家搜不出300万，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。小伙子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正常程序是吧？对。来，手续呢？我看看。文件也行，有吗？暂时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请你们出去。我们家不欢迎你，出去！出去！拿着你的笔走，出去！怀疑我们老谢，瞎了眼了。喂，你说。我跟你说，洪亮来家里了，还带了个人来。东问西问的，到底怎么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你快点回来啊！什么都没问出来。哎，胡老师，要是刚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，怎么办呀？打通了，打通你就得接。我接？我接，我说什么呀？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。做咱们这个工作，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。那胡老师，我问问你，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，您说什么呀？我不能接。
我不能得罪这个人。喂，洪老师，谢鸿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。你们定住，我们马上赶过去。刚才留。这应该不是这儿。电动车我看是不是这辆车？应该是。你先进。有人吗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大娘您好。你们是谁呀？啊，这儿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？嗯，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，来了解点情况。他在单位呢，你们怎么找